诸君请静听，今天我们将走进一位雄才大略却晚节不保的春秋霸主齐桓公。他是春秋时期第一位公认的霸主，在管仲的辅佐下，他尊王攘夷，九合诸侯，北拒戎狄，南击楚国，建立了诸侯共尊的霸权体系。他不仅是政治手腕的高手，更是战略布局的先行者。他让齐国从内乱衰败中崛起，一跃成为中原霸主。但晚年的齐桓公却逐渐失去了对朝政的掌控，宠信佞臣，疏远旧臣，一生英名毁于最后的沉迷与孤立。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位春秋第一霸的崛起与孤独终局。那时的齐国就像一艘在狂风巨浪中摇摇欲坠的巨船。齐僖公之子齐襄公昏庸残暴，朝堂之上血雨腥风，人人自危。齐弟公子纠与公子小白玉感到风暴将至，各自在心腹的护送下踏上了逃亡之路。公子小白，那个日后威震天下的齐桓公，在忠心耿耿的鲍叔牙的保护下奔向了南方的莒国，而公子纠则在管仲和赵胡的辅佐下逃往了强大的鲁国。这并非简单的避难，而是一场无声的较量，一场对未来君位、对齐国命运的豪赌。公元前686年，齐襄公终于在连称和管制府的叛乱中身首异处。随后被拥立为君的公孙无知在次年便被杀。齐国彻底成了一块没有归属的肥肉，引得各方势力蠢蠢欲动。消息飞快地传到了鲁国和莒国。此时两位流亡公子谁能最先回到临淄，谁就能掌握齐国的大权，登上国君的宝座。一场决定命运的赛跑就此展开。公子小白和鲍叔牙当机立断，从莒国出发，昼夜兼程，直奔临淄。他们知道时间就是生命，每耽搁一刻都可能错失良机。而鲁国那边，管仲也带着公子纠出发了。为了拦截公子小白，管仲埋伏在莒国到齐国的必经之路上。就在这条狭窄的要道上，历史性的一幕发生了。管仲，这个后来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能臣，亲自拉弓搭箭，瞄准了飞驰而过的小白。那一箭如流星般划破空气，精准地射中了小白。小白应声倒地，一动不动。管仲以为自己成功了，兴奋地派人快马加鞭回鲁国报捷，让公子纠放慢速度，稳稳地入主齐国。你以为小白真的死了吗？不，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养死。小白强忍着剧痛，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戏码。当管仲的使者带着好消息返回鲁国时，小白已经从地上爬起来，顾不得伤痛，再度踏上了征途。他们日夜兼程，终于提前抵达临淄。齐国大夫国士和高系早已在城中等候，他们秘密地迎接小白入城，并迅速拥立他为齐国国君，视为齐桓公。当公子纠和管仲大军姗姗来迟时，临淄城头已经飘扬着新君的旗帜。这一刻是齐桓公命运的转折，也是整个春秋格局的开端。齐桓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兵攻打鲁国，齐军大败鲁军，逼迫鲁国交出公子纠及其党羽。鲁国在齐国强大压力下，不得已杀死公子纠，赵乎自杀以殉主，管仲则被囚禁起来，被押往齐国。齐桓公当时对管仲可谓恨之入骨，他决意要杀管仲，以报旧仇。然而鲍叔牙站了出来，他向齐桓公进言：主公，若您想成就霸业，成为天下诸侯之长，那么非管仲不可。鲍叔牙接着详细阐述了管仲的才能，他如何通晓治国之道，如何懂得富国强兵之术，是天下难得的奇才。这番话让齐桓公的内心无比挣扎，是报私仇还是成大业？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道艰难选择题。最终齐桓公做出了一个足以改写历史的决定，他放下个人恩怨，听从鲍叔牙建议，拜管仲为相，
委以国政重任。这一刻足以体现齐桓公胸襟的广阔，也预示着齐国即将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。管仲被任用后，没有辜负齐桓公的期望。他深知齐国若要强盛，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变革。他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，史称管仲变法。这可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，而是对齐国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。这一系列的改革如同一场春雨，滋润了齐国这片干涸已久的土地，使其焕发出勃勃生机。短短几年间，齐国国力大增，兵强马壮，府库充盈，民心思齐。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，已蜕变为一个胸怀天下、雄心勃勃的君主。齐国也已然成为东方最具实力的诸侯国。然而，仅仅是内部强盛，并不能成就霸业。真正的霸主，必须要有足够的话语权，能够号令诸侯，安定天下。齐桓公和管仲深知这一点，他们提出了一个响彻春秋时代的口号：尊王攘夷。尊王意味着要维护周天子的权威，尽管此时的周天子已日渐衰微，形同虚设，但名义上他仍是天下公主。维护周天子的尊严，便是在维护整个礼乐制度，维护诸侯国存在的合法性。齐桓公此举既能博得天下诸侯的认可，又能为自己的霸权披上一层道德的华服。他所做的是替周天子承担起维护天下秩序的责任，这使得他的霸显得名正言顺。攘夷则是只要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，保卫中原文明。当时的北方戎狄等部族日益强大，屡屡南下侵扰中原诸侯国，烧杀抢掠，给中原带来了深重灾难。齐桓公以攘夷为己任，无疑是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，将自己塑造成了中原文明的守护者，这更能赢得诸侯国的拥护和信赖。尊王攘夷不仅仅是一个口号，更是一面旗帜，为齐桓公的霸业找到了一个最正大光明的理由。齐桓公的霸业之路是从一场场盟会和战役中一步步铸就的。首先是公元前681年与鲁国在柯地会盟，这本是一场和解之盟，旨在平息两国间的恩怨。然而就在盟誓仪式上，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。鲁国的曹沫，他突然手持匕首劫持了齐桓公，冰冷的刀刃抵在齐桓公的喉头，曹沫厉声要求齐桓公归还所有侵占鲁国的土地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令在场的所有诸侯和随从都惊呆了。此刻齐桓公面临艰难抉择，是凭借武力拿下曹沫，维护国君的威严，还是答应曹沫要求归还土地，赢得诸侯赞誉。齐桓公内心挣扎，最终答应了曹沫的要求。或许有人会认为齐桓公此举略显妥协，但细细品味就会发现，齐桓公此举实乃高明之极。他没有动武，没有逞匹夫之勇，而是顺水推舟，以退为进。他以一次暂时的示弱，赢得了天下诸侯的普遍赞誉，树立了信义之君的形象。即便是在刀刃之下做出的承诺，他依然能够遵守。这种信义比万千军队更有力量。从此，齐桓公信义之名传遍诸侯，为他日后号召天下奠定了坚实的道德基础。此后，齐桓公的霸业进程便如同滚滚洪流，势不可挡。公元前679年，齐、宋、陈、魏、郑五国国君再次在隽地会面。左传记载齐始霸业，这短短5个字宣告了齐桓公霸业的正式开启。然而真正的考验很快便来了。北方的山戎等蛮族日益猖獗，不断侵扰燕国。燕国国君多次向齐国求援，恳请齐桓公出兵相助。公元前663年，齐桓公闻讯后，亲自率领齐军浩浩荡荡地开赴燕国，讨伐山戎。在与山戎的作战中，
齐桓公和管仲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。他们深入敌境，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，山戎节节败退，最终被彻底击溃。当齐军班师回朝时，燕庄公亲自送行，一直送到齐燕边境。齐桓公兼请燕庄公回家，并说：礼制规定，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国界，寡人不可以无礼于燕。于是吩咐就地画沟为界，各燕军所治之地归于燕国。齐桓公此举再次震动了天下诸侯，他不仅展现了强大的武力，更展现了非凡的道德胸襟。他出兵讨伐山戎是攘夷，他克己复礼，不贪图土地，是对尊王的最佳诠释。然而真正让齐桓公声望达到顶峰的是公元前656年与楚国的少陵之盟。楚国，一个在当时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的南方大国，虽然国土辽阔，实力强劲，但由于地处边陲，文化观念与中原不同，常有不遵周礼之举。长期以来，楚国不仅不向周天子进贡，还不断侵扰中原诸侯国。齐桓公正是抓住这一点，以尊王攘夷之名，召集8国联军，浩浩荡荡地杀向楚国。楚国见齐军盟军强大，不敢贸然交战。楚成王派使者质问齐桓公为何率军前来，齐桓公以楚国不向王室朝贡相质询。双方军队从春天相持到夏天，都不敢轻易发动进攻。楚成王派遣使者屈完前来会见齐桓公，这是一场充满智慧和勇气的对峙。齐桓公陈兵展示实力，试图威慑楚国，屈完则表示楚国以方城为城，汉水为池，齐国难以强攻。最终双方达成协议，楚国答应继续向周天子纳贡，屈完代表楚国与齐国等各诸侯国在少陵订立了盟约。这次少陵之盟意义非凡，它不仅使得齐桓公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南方，震慑了楚国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将楚国这个蛮夷之邦拉入了中原诸侯的政治体系之中，使其开始遵从中原的礼仪和规矩。齐桓公以武力为后盾，以仁义为旗帜，成功地完成了尊王攘夷的又一壮举。公元前651年夏季，齐桓公在葵丘会盟诸侯，这是他霸业的最高潮。葵丘盟会当天，齐桓公身着华服，威仪赫赫地登上盟坛。周天子虽然没有亲自前来，却派遣了代表，带着周王的赐福和肉脯前来，这无疑是对齐桓公霸主地位的最高认可。此时的齐桓公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春秋五霸之首。他用20年的执政，重塑了中原政治版图，确立了礼义秩序，让天下在动荡中获得了短暂的和平与繁荣。他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霸主。然而盛极必衰，这是历史铁律。当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之后，他却没能守住那份初心。晚年的齐桓公开始沉溺于享乐，疏远贤臣，宠信奸佞。他宠信3个小人：易牙、开方和树雕。易牙为了满足齐桓公想要品尝人肉滋味的荒唐念头，竟然亲手烹杀了自己年幼的儿子，将其献给齐桓公。齐桓公得知后，非但没有感到残忍，反而认为易牙爱君之深，对自己忠心耿耿。开放，一个魏国公子，为了能留在齐桓公身边侍奉，竟然背弃了自己的父母亲人，10多年不曾回家。树雕，一个内侍，为了能在宫中长久侍奉桓公，竟然自宫成为了宦官。随着齐国霸业达到巅峰，齐桓公志得意满，逐渐丧失了早年的警惕与睿智。此时易牙、开方和树雕的谄媚迎合，让齐桓公在享受尊崇的同时，愈发沉溺于这种被奉承的感觉，从而对3人宠信有加。在管仲临终前，齐桓公去探望，管仲提到了树雕、易牙和开方，他用尽最后的气力叮嘱齐桓公：主公，这3个人千万不能重用。树雕自宫，
违背人伦，以牙烹子，泯灭天性，开方弃亲，不顾恩义。他们为了讨好您，不惜做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，一旦得势，必将为祸国家，请主公务必将他们驱逐。管仲的这番话句句诛心，直指这三人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。他深知这些人为了讨好君主，可以无所不用其极，一旦得势便会为非作歹，将国家带向深渊。他苦口婆心地劝告齐桓公，希望他能认清这三个人的真面目。然而历史的悲剧往往在于，当智者离去，君主便会丧失清醒的判断力。管仲去世后，齐桓公果然没有听从他的遗言，反而重用了易牙、开方和树雕这三个人。管仲生前所忌惮的事情，最终还是发生了。这三个人凭借着对齐桓公的讨好和逢迎，开始专权跋扈，掌控了齐国的朝政。属于齐桓公的时代真的要落幕了。公元前643年，齐桓公重病卧床，行将就木。齐桓公的5个公子各自率领党羽，开始了赤裸裸的争位之战。易牙、树雕更是趁着齐桓公病重，将他软禁在寝宫里，在宫外筑起高墙，隔绝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。昔日威震天下的霸主，此刻竟如囚徒般被困在自己的寝宫之中。他终于明白了管仲当年的远见卓识，明白了自己听信小人、背弃忠臣的巨大错误。他何其悔恨！冬10月，齐桓公在饥饿和绝望中凄惨地病死在寝宫中。然而他的悲剧并没有就此结束。由于5位公子争位激烈，国家陷入混乱，没有人顾得上这位曾经的霸主。齐桓公的尸体就这样放置了整整67天。昔日万人敬仰的霸主，竟落得如此凄凉的下场，直到新立的齐军无亏才草草地将他收敛。这场内乱使得齐国国力大衰，诸侯们也趁机脱离齐国的控制，曾经的霸主地位轰然崩塌。齐桓公用一生的努力建立起来的霸业，在自己死后不到半年便分崩离析。齐桓公的一生是辉煌与悲剧交织的一生。他从一个流亡公子，在鲍叔牙的力荐和管仲的辅佐下，成就了春秋第一霸主的伟业。他尊王攘夷，开创了诸侯会盟，维护天下秩序的新局面，使得华夏文明得以延续，免受蛮夷侵扰。他的改革为齐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强盛，也为后世的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然而他晚年识人不明，亲近小人，最终导致身死国乱，身败名裂。齐桓公的兴衰如同给后世君王敲响的警钟，他昭示我们，一个英明的君主不仅需要有开疆拓土的雄才大略，更需要有明辨忠奸的慧眼，从善如流的胸襟，以及永葆初心、抵御诱惑的定力。历史的经验如此残酷又真实，英雄的陨落往往并非败于外部强敌，而是源于内心的骄矜与关键的抉择失误。识人用人关乎国运，创业维艰，守成尤难。齐桓公的悲剧穿越2000余年风云，其警示依然振聋发聩，为政之道，守在知人，守业之要，贵在持衡。